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以色列美角的频道。今天是2025年的4月29日，今天是 Yom HaZikaron， 就是阵亡将士纪念日。那以色列每一年都会在这一天纪念，从1851年以色列建国之前，然后到现在为以色列的存在而牺牲的军人们。那因为犹太历都是从晚上开始新的一天，所以我们现在呢是晚上7点半，新的一天已经进入了。等一下，在晚上8点钟的时候，以色列人他们会肃静来纪念这些为国捐躯的人。那我现在在西安门的门口，你们可以看到城墙上面有很多的弹孔，这是在1948年以色列独立战争以及1967年以色列经历6日战争的时候留下来的弹孔。那这个是耶路撒冷很有名的景点，叫做大卫塔。你可以看到他们的国旗已经降半旗了。现在是8点钟，警铃声响了。这辆计程车没有停，那本来就红灯，所以看不出来车辆是特别停下来。但是我们身后的人，大部分是知道要停下来，除了这些人可能是阿拉伯人之外。该走照样走。然后这里是绿灯，但是这些车都没有停下来，跟往年不太一样。等一下解释为什么。然后警铃声结束了，大家要开始走路。那这是耶路撒冷的雅法门，是最热闹的一个城门。现在在城门上面打了很多跑马灯的名字，这些都是为以色列国家捐躯，他们在战场上牺牲了自己的生命。这一个一个的名字都是一条条宝贵的性命。那截止到今年2025年，总共有25420位军人、警察和安全部队的人，以及5229位平民，因为恐怖袭击关系，为这个国家而牺牲自己的性命。那大家应该都知道，我写的这本《以哈战伤》，是因为10月7号发生了让以色列人又回到大屠杀创伤的一个非常黑暗的战争。那在这书里面，我也有写关于以色列从建国到现在所经历的战争，非常的重要。战争它并不是只是过去的历史而已。在书里面，我们自己认识的朋友 Sarah 奶奶，她是大屠杀幸存者，她自己的孙子 Yakir 就是在10月7号战争丧失了性命在加萨。所以这一些名字当中也有 Yakir 的名字，它不是只是一个数字，也不是只是一个名字，而是一个活生生的人。那我知道很多人都在为以色列祷告，所以就是希望这本书可以让大家跟以色列这块土地有更多故事和感情上面的连结，知道他们所经历的这一切是有多么的不容易。那这些士兵是以色列实际的守望者，他们并不只是象征性，而是实际上用他们的血和生命来保护这个国家。以赛亚书62章6到7节：耶路撒冷啊，我在你城上设立守望的人，他们昼夜必不静默。呼吁耶和华的，你们不要歇息，也不要使他歇息，只等他建立耶路撒冷，使耶路撒冷在地上成为可赞美的。其实很多基督徒都领受这段经文的呼召，也包含在诗篇122篇6节，写说：你们要为耶路撒冷求平安，爱你的人必然兴旺。
那如果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想要与以色列站立，其实了解他的过去，了解他的伤痛，了解他经历的每一场战争、牺牲的生命，这就变成非常重要的事情。像是1948年以色列的独立战争，1967年的6日战争，1973年的赎罪日战争，这些战争几乎都是民族的存亡战，但是神一遍一遍的很奇迹似的拯救了这个民族，而且直到今天以色列人都还活着，就是在见证神真实的存在，以及他是多么的信实。那为什么刚才8点钟警铃响的时候，很多的车子都没有停下来？这是因为在耶路撒冷很多的居民是阿拉伯人，那对他们来说，政治上他们还是站在巴勒斯坦人那边。在以色列需要当兵的军人，必须当兵的是犹太人。那极端正统派犹太人也是开始被征召入伍了。可是阿拉伯人，不管你是基督徒还是你是穆斯林，阿拉伯人是不用当兵的。那这不算是一个特权，而是因为这个国家在历史上，如果看书的话就会知道，就是他们不会强制阿拉伯人当兵是有它的原因，但这并不代表所有在以色列的阿拉伯人都不认同犹太人。像是1948年就选择加入犹太人跟他们一起的阿拉伯人，他们一样是拿以色列护照，在法院、在国会、在医院，他们都有很好的职业。但是耶路撒冷的情况比较特殊，耶路撒冷它是在1967年6日战争之后，东耶路撒冷以色列从约旦的手中，那个时候也没有一个巴勒斯坦国，现在也没有，是从约旦的手中，然后收取回来了耶路撒冷。这就是影片一开始我站在西安门的那个场景。所以对于当地的阿拉伯人来讲，他们很多现在都还是拿约旦护照。所以当以色列人他们在纪念为国捐躯的这些士兵，对阿拉伯人来讲，他们是没有什么太大意愿去纪念这些人，甚至还有敌对的意思，就是一种反抗吧，所以才会有你们今天看到的画面。现在是11点钟，这是那个 Yom HaZikaron 大屠杀，以色列阵亡战士纪念日第2次的响铃声，晚上1次，白天1次。刚好红灯，所以绿灯的时候那辆公车就会走。飞机那边有飞机，代表结束阵亡。所以在影片的最后，如果你也有感动成为属灵上耶路撒冷城墙上的守望者的话，我们可以为耶路撒冷的平安祷告，为这些失去至亲的家庭来祷告，为犹太人与阿拉伯人之间的和解来祷告，以及为以色列和邻国之间的平安来祷告。
如果你们觉得今天的影片有帮助到你们的话，欢迎继续追踪以色列美角这个频道。大家拜拜。